领证前1分钟，登记员塞我纸条，他7套房全做了婚前公证。我笑说身份证忘带了，转身嫁给门外的林氏总裁。今天是我和顾晨领证的日子。早晨6点，我就被顾晨他妈的电话吵醒。叶知秋，你动作快点，9点，民政局开门，别让我们晨晨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，盯着脚边那双擦了3年的白球鞋，突然觉得有点可笑。3年了，顾家连一双新鞋都没让我买过。但我还是洗了脸，换了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，出了门。出租屋楼下，顾晨的车已经在了，一辆黑色的奥迪，车身锃亮，映出他意气风发的脸。他靠在车门边，冲我挥手：“知秋，快上车。”我走过去，他替我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动作熟练，带着点刻意的温柔。车里飘着淡淡的古龙水味，是顾晨他妈上个月从国外带回来的，他从来没用过，今天特意喷了。别紧张，他发动车子，今天过后，你就是顾太太了。我攥着手里那个装着户口本和身份证的布袋子，没说话。3年了，我爱了他3年，陪他从一无所有到小有身家，看着他家的老房子拆迁分了7套房，看着他开上奥迪，看着他妈从对我横眉冷对到勉强点头。我以为今天之后日子会好起来，我太天真了。民政局9点开门，我们是第一队，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只有2个登记员坐在窗口后。顾晨拉着我走向左边那个窗口，他的手心有点汗湿，我以为是紧张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心虚。登记员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戴着金边眼镜，面容严肃。她接过我们的材料，低头翻看，顾晨在旁边笑着寒暄：“大姐，麻烦您了。”登记员没抬头，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，忽然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他拿起一支笔，在一张便签纸上飞快写了什么，塞进了我的户口本夹层里。我愣了一下，他用眼神示意我别声张，继续若无其事地操作电脑。材料齐了，去那边拍照吧。我捏着户口本，指腹触到那硬硬的纸条边缘。顾晨揽住我的肩：“走，拍照去。”我挣开他的手，低头说：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不等他反应，我转身朝走廊尽头的洗手间走去。洗手间的门关上，我背靠着冰凉的瓷砖，颤抖地抽出那张纸条，上面只有1行字：“你老公名下7套房全做了婚前公证，你1毛钱都分不到，自己想想吧。”我盯着那行字，看了足足10秒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撕开了。婚前公证，7套房，我从来没听顾晨提过一个字。就在昨天晚上，他还搂着我说：“知秋，等领了证，我妈就把那套最大的房子过户给我们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”我真傻，我早该想到的。顾晨他妈是什么人？一个连我买卫生巾都要问品牌的女人，怎么可能让儿子把7套房拱手送人？我走到洗手池边，拧开冷水，洗了一把脸，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睛红红的，但嘴角却慢慢弯了起来。我没有哭，3年来我哭的太多了。在顾家当免费保姆，被顾晨他妈指着鼻子骂：“你就图我儿子的房的时候，被顾晨的妹妹顾雪当众嘲笑，就你这种孤儿也配嫁进顾家的时候，被顾晨一次又一次打着孝顺的旗号让我忍让的时候，每一次我都忍了，因为我觉得只要他爱我，
什么都不重要。可原来他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给过我。洗手间的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制服的保洁阿姨探头进来：“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外面那个帅哥在找你。”我对着镜子整理好衣领，露出一个很轻的笑容：“我没事。”我把那张纸条折好，塞进牛仔裤口袋。然后我打开洗手间的门，朝大厅走去。顾晨正站在拍照区，不耐烦地看表。看见我出来，他眉头一皱：“怎么去那么久？快过来，摄影师等半天了。”我站在原地没动。知秋，他又叫了一声。我笑了，声音不大不小，足够让整个大厅听见。顾晨，我身份证忘带了。他愣住了。你怎么会忘带？我昨天还提醒过你。忘带了就是忘带了。我耸耸肩，语气轻飘飘的，要不改天吧。顾晨的脸瞬间沉下来，他还没发作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就从门口炸了进来：“什么？忘带了？叶知秋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”是顾晨他妈，赵桂芬，她穿着一身玫红色旗袍，烫着小卷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身后跟着顾晨的妹妹顾雪，两人一左一右，像两尊门神。“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顾晨皱眉：“我来盯着你们领证，省得有人临时出幺蛾子。”赵桂芬瞪着我，唾沫星子快喷到我脸上：“叶知秋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儿子肯娶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还敢忘带身份证？你信不信我让晨晨跟你分手？”顾雪也阴阳怪气：“嫂子，你不会是知道了我哥做婚前公证的事，故意跑路吧？”话音一落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了。顾晨脸色大变：“顾雪，你胡说什么？”顾雪捂住嘴，假惺惺地哎呀一声：“哥，我说漏嘴了，不过他早晚要知道的，就他那种贪图我们家房子的女人，不防着点怎么行？”赵桂芬抱起胳膊，冷哼一声：“雪儿说的对，叶知秋，今天我把话挑明了，我们家那7套房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嫁过来，老老实实给我们顾家当儿媳妇，伺候好晨晨，做好家务，我们不亏待你，但房子你想都别想。”我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家人。顾晨没有反驳，他低着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可他的脚没动，他站在他妈妈那一边。我忽然觉得很冷。这3年，我到底爱了个什么东西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拨了一个电话。电话秒接，我对着话筒说：“喂，我在民政局，你到了吗？”对方回答：“到了，在你身后。”我转过身，民政局的大门敞开着，逆光里，一个男人正大步走来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皮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每一步都像踩在顾家人的心尖上。林默笙，林氏集团最年轻的总裁 ，A 是无数名媛趋之若鹜的男人，也是3年前那个雨夜，在我最狼狈的时候递给我一把伞的男人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我，目光温柔：“知秋，想好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向目瞪口呆的顾晨一家，指了指林默笙：“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氏集团总裁林默笙，我的下一任丈夫。”顾晨的脸瞬间惨白。赵桂芬张着嘴，脸上那副刻薄的凶相还没收回去，就僵在了那里，活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母鸡。顾雪瞪圆了眼睛，嘴唇直哆嗦：“林氏集团，就是那个
林家。林默笙连余光都没给他们一个，他只是牵起我的手，把我往民政局里面带。走吧，领证，别让闲杂人等耽误时间。我笑了，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笑。我们绕开顾晨一家，走到另一个窗口。林默笙把材料递进去，回头看我，带身份证了吗？我眨了眨眼，带了，刚才只是不想跟那个人领证而已。他低笑了一声。5分钟后，我和林默笙拍了照，签了字，领了证。红色的结婚证拿到手里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顾晨还站在原地，像一尊裂开的泥塑。赵桂芬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念叨着完了，完了，得罪了林氏。顾雪的手机掉在地上，屏幕碎了。我挽着林默笙的手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阳光很好，洒在台阶上。我忽然觉得这3年来的委屈，在这一刻都值了。3年前，我认识顾晨的那天，雨下得特别大。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，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，父母早亡，我靠着助学贷款和打工撑到了毕业。那天晚上加班到10点，末班公交没了，我舍不得打车，就站在公交站牌下等雨停。顾晨开着一辆2手小面包停在我面前，摇下车窗，妹子，去哪儿？我送你，顺路。我警惕地摇头。他笑了，我不是坏人，诺，我工牌。他举起一块蓝色的工牌，上面写着顾晨 XX 物流公司。我上了车，后来我知道他其实不顺路，绕了半个城送我回家。再后来，他开始追我，每天早上1杯豆浆，晚上1条晚安短信。他带我去吃路边摊，带我去看打折电影，在我生日时捧着一个亲手做的蛋糕，唱着跑调的歌。那时候的他是真的好。他家里条件一般，父母早年离异，母亲赵桂芬在菜市场摆摊，靠着政府拆迁才分了7套房。他从不避讳在我面前提这些，反而总是愧疚地说，知秋，我现在给不了你好的生活，但我会努力。我信了。我们在一起半年后，我搬进了他的出租屋。那时他还没开奥迪，我们一起挤在30平的小单间里，省吃俭用，日子苦却甜蜜。后来他辞职创业，和人合伙做建材生意，我把自己攒下的5万块钱全给了他，还帮他管账，拉客户，熬夜做标书，公司慢慢有了起色。再后来，他家老房子拆迁，赵桂芬一下子成了房姐，7套房，光收租就够顾晨挥霍。顾晨不用再辛苦创业了，他把公司转手，换了辆奥迪，搬进了大平层。我以为我们的好日子来了，可赵桂芬变了。不，她从来没变过，她只是以前没有底气，现在有了。他开始看我不顺眼，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，他嫌我家里穷，没背景，帮不上顾家。他逼着我签恋爱期间不花顾晨1分钱的协议，逼着我辞了工作，在家学做家务。顾晨开始还帮我说话，后来渐渐沉默。再后来，他也劝我，知秋，我妈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你就让她。我让了3年，我以为领证之后赵桂芬就会接受我，可我错了。她永远不会接受我，因为在顾家人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图他们家房子的乡下穷女人。领完证，林默笙带我去了他的公寓，不是酒店，是他自己的家，市中心寸土寸金的顶楼大平层，一整面落地窗对着江景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脚下的城市，
忽然有点不真实。你为什么会来？我问。他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杯温水。你昨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，说明天要结婚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怔了一下，那条朋友圈我发了不到10分钟就删了，因为赵桂芬在下面评论，就你也有脸炫耀，可林默笙还是看到了。知秋，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像在说给自己听。我抬头看他，逆光里他的轮廓很深，眉眼如刀。3年前那个雨夜，我被房东赶出门，拖着行李箱在街上哭。他开车经过，停在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把黑色的伞，拿着，别淋雨了。他说完就上车走了，甚至没留名字。后来我在一次商业活动上又见了他，那时我才知道他叫林默笙，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他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，可他的目光总在找我。我们偶尔联系，像2条平行线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可我不敢。我的世界和顾晨绑得太紧了，紧到我忘了自己还有选择。林默笙，你娶我不会是为了气顾晨吧？我半开玩笑。他转过身，眼神认真的让我心跳漏了一拍。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，顾晨不配。我低下头没说话，手里的结婚证被他抽走。他翻开其中一本，指着上面的照片，从今天起你是林太太，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。我的眼眶突然就酸了。顾晨一家从民政局回去后，整个世界都塌了。赵桂芬一进门就瘫在沙发上，拍着大腿嚎。天杀的叶知秋，他居然攀上了林氏，这要是林家记恨上咱们那7套房还能保住吗？顾雪也吓得直哭，妈，怎么办？林默笙会不会报复我们？我听说他手段可狠了，他爹当年把对手整得跳了楼。顾晨坐在沙发上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，他脑子里全是叶知秋挽着林默笙手臂的样子。他笑得那么轻松，那么漂亮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从没见过他那样笑。哥，你倒是说话啊！顾雪推他。顾晨猛地抬头，眼睛通红，他早就跟林默笙勾搭上了，什么忘带身份证，全是装的，他早就想好了，要踹了我潘高枝。赵桂芬一听，立刻止住哭，咬牙切齿，对，一定是这样，那个小贱人装得跟朵白莲花似的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晨晨，你听妈的，他今天这么打我们顾家的脸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顾雪也附和，哥，你得想办法把面子挣回来，你不是认识林家旗下子公司的王经理吗？咱们想办法给他使点绊子，让他知道离开了我们顾家，他什么都不是。顾晨掐灭烟蒂，眼神阴郁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和林默笙领证的消息当天就传遍了 A 市。林默笙没有低调，他直接发了朋友圈，配图是结婚证，配文只有4个字：林太太你好。下面一堆人炸了。我的手机也炸了，顾晨的电话打了30几个，我全没接。赵桂芬发来语音，点开就是辱骂，我直接拉黑。顾雪在共同群里阴阳怪气，说我是心机绿茶，我退群了。世界安静了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顾家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那种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。晚上，林默笙带我去吃了顿法餐，我穿着他让人送来的新裙子，坐在餐厅里有些不自在。林默笙看出我的局促，
笑着切好牛排递过来，慢慢习惯，以后这样的场合会很多。我接过叉子，林默笙，你不会是故意让顾家人看到吧？他挑眉，你猜？我低头笑了笑，这个男人远比他表面看起来更危险。果然，第二天，赵桂芬就找到了林氏集团总部，在大厅里大吵大闹，说林默笙抢他儿媳妇，要林氏给个说法。保安要拖他出去，他却坐在地上撒泼，我不走，让叶知秋出来，他个没良心的，我儿子养了他3年，他就这么对顾家，他还有没有廉耻？我在楼上办公室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，冷笑。养了我3年，我陪顾晨创业的5万块钱，到现在还没还。我在顾家当牛做马3年，1分工资没有。顾晨那7套房，没有1套是我添砖加瓦，但他们觉得我吃他家的，住他家的，就是欠了他们的。林默笙走到我身后，看着屏幕，要不要我下去处理？不用。我转身，笑得乖巧，我去见见我这位钱婆婆。林默笙有些意外，但没阻拦。我坐电梯下去，走到大厅，赵桂芬一见我，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鼻子骂：叶知秋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总算出来了，你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周围的员工纷纷侧目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微微一笑：赵阿姨，您要什么交代？是交代您让顾晨偷偷做婚前公证，还是交代您这3年让我签的那些不平等协议，还是交代您女儿顾雪打着我的名义在外赊账，欠了人家10几万，最后让我背锅？赵桂芬的脸瞬间白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一段录音，那是上个月，顾雪在商场奢侈品店买东西，结账时跟店员说记我嫂子叶知秋账上，事后不认，店家找到我垫付了款项。赵桂芬没想到我会有录音，嘴唇直哆嗦。你早就防着我们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收起手机，语气平静。赵桂芬，你听好了，我叶知秋不欠你们顾家1分1毫，相反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样一样讨回来，今天只是开始。我说完，转身朝电梯走去。赵桂芬在后面尖叫：你站住，你别想就这么算了，你以为你攀上高枝了？我告诉你，林默笙早晚甩了你，你以为人家真看得上你？你就是个二手货。我脚步未停，声音却清晰地传回去：林默笙看得上我什么？轮不到你评价，但顾晨看不上我什么？你比谁都清楚。赵桂芬，回去告诉你儿子，那5万块创业钱3天内打到我的账户，否则我就上法院起诉你们那7套房，经不起查。电梯门关上，隔绝了赵桂芬的尖叫声。我靠在电梯壁上，胸口微微起伏。林默笙发来消息：解气吗？我回：不够。他回了1个字：好。3天后，顾晨把钱打了过来，5万，1分不多。微信转账备注：知秋，我们谈谈。我没回，他直接找到了我住的地方，是林默笙的公寓，门禁很严，他进不来，就在楼下蹲点。我在阳台上看见他的车停在路边，像一只苍蝇。林默笙从身后环住我：要不要我让人赶他走？不用，我去见他。我挣开他，披了件外套下楼。顾晨看见我，立刻从车里出来，胡子拉碴，眼睛下面青黑一片，他伸手想拉我，我侧身躲开。
顾晨有话就说。知秋，我错了。他声音沙哑，我不该做那个什么婚前公证，那是我妈逼我的。她说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房子，我没办法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只要你跟林默笙离婚，我马上跟你领证，房子随你挑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好笑。顾晨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因为房子才离开你的吗？他愣住了。我要的是信任，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给我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那是被我妈。你妈说的每句话你都听，可你从来没问过我，愿不愿意签婚前协议，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奋斗。我打断他，声音越来越冷。顾晨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妻子，你把我当成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保姆，一个免费的劳动力，等我没了利用价值，就一脚踢开。顾晨急了，不是的，我真的爱你。爱？你连我身份证忘带是故意的都看不出来，你连我为什么转身就跟林默笙领证都理解不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顾晨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之间只有欠债还债的关系。我转身要走，他却冲上来抓住我的手。知秋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没有我，你活了3年，现在说这种话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他还要纠缠，林默笙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了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挡在顾晨面前。林默笙比顾晨高了半个头，气场全开。顾先生，你再纠缠我太太，我会让我的律师团队给你发100张律师函，你信不信？顾晨的嘴哆嗦了几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林默笙拉着我转身上楼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顾晨站在原地，像一条被抽了脊梁的狗。我知道他的挽回不过是怕顾家失去林氏的庇护。顾晨回去后，赵桂芬立刻召开家庭会议。那个叶知秋软的不吃就来硬的，赵桂芬拍着桌子，他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不让他好过。晨晨，你手里不是还有他以前的照片吗？还有他父母双亡，肯定有不干净的地方，你给我查，我就不信查不出他的黑料。顾雪眼睛一亮，妈，我有个主意，她不是嫁进林家了吗？林家那么大的家业，肯定有不少看不惯她的人，我们去找林家的人联手，把她赶出林家。顾晨皱眉，你们别乱来，林默笙不是好惹的。怕什么？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赵桂芬冷哼，你爸当年欠了那么多赌债，不也是我们一家还清的？这点事算什么？顾晨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赵桂芬和顾雪已经背着他联系了林默笙的堂姐林婉。林婉是林家旁支，一直觊觎林氏集团的股权，对林默笙这个堂弟又恨又怕。他听说林默笙娶了个平民女人，立刻来了兴趣。顾雪，你说那个叶知秋真的是个孤儿？林婉在电话里问。千真万确，我们跟他处了3年，能不知道吗？他爸妈早就死了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他能嫁进林家，全靠那张脸和那张嘴。顾雪添油加醋。林婉笑了，有意思，一个孤儿能攀上我们家默笙，确实不简单。这样，我们联手，先把他赶出林家，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们顾家的好处。顾雪喜出望外，多谢林小姐。
一场针对叶知秋的阴谋开始编织。而我早就通过林默笙安插在顾家附近的人知道了这一切。我坐在林默笙的书房里，手指轻敲着桌面，你堂姐要搞事，你不管。林默笙从文件里抬头，笑容散漫，让他搞，正好看看我这位堂姐到底有多少本事，也看看我新娶的太太有多能打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当看戏呢？不。他起身走到我面前，俯身在我耳边，我是压住，压我太太，稳赢。林婉出手很快。3天后，林默笙的母亲苏婉晴从国外回来了。她是林家的当家主母，精明强悍，对儿子闪婚的事极其不满。林婉趁机在苏婉晴耳边吹风，说叶知秋来路不明，心思深沉，还跟顾家有纠缠。苏婉晴决定会一会我这个新儿媳。周6晚上，林家老宅设宴，我跟着林默笙走进那座古色古香的大宅门时，明显感觉到了无数道审视的目光。苏婉晴坐在主位上，雍容华贵，眼神锐利的像刀子，她上下打量我，没让我坐，直接开口：叶知秋，听说你父母双亡，在顾家做了3年免费保姆，领证当天跟默笙闪婚。我微微一笑，是的，妈。苏婉晴冷哼一声，别叫我妈，我还没承认你。林默笙皱眉，妈。默笙，你先出去，我要跟这位叶小姐单独谈谈。苏婉晴打断他。林默笙看我一眼，我冲他点点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出去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苏婉晴，还有站在一旁看戏的林婉。苏婉晴端起茶杯，慢悠悠道：我查过你，你陪顾晨创业，5万块钱打了水漂，你在顾家被当保姆使唤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就凭你也配嫁进林家？我笑了，妈，您查到的这些都没错，可您有没有查到我为什么能3年不离开顾晨？苏婉晴愣了一下，因为我在等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不卑不亢，等一个机会彻底碾碎顾家。您儿子是我选中的那个人。林婉扑哧笑出来，叶知秋，你疯了吧？就凭你还碾碎顾家？你知道顾家那7套房值多少钱吗？你一个穷孤儿，拿什么碾碎人家？我转头看向林婉，嘴角弯起，林小姐，您这么着急，是怕我真的有本事，把您这几年从林氏偷走的那些东西都抖出来吧？林婉脸色骤变，你胡说什么？苏婉晴的眼神也变了，婉婉，你偷什么了？姑妈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这是诬陷。林婉急了。我不紧不慢地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。林氏集团华东分公司近3年的财务异常流水，总额超过2000万，全部指向一个海外账户。这个账户的持有人是林婉小姐的同母异父弟弟。客厅里瞬间安静。苏婉晴拿起那份文件，翻了几页，脸色越来越沉。林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姑妈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贪心，求您别告诉我爸。苏婉晴趴地合上文件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别的东西。叶知秋，你查了多久？从我决定嫁进林家的那天起。我平静地说，妈，我不是来抢林家的，我是来帮林家的，您儿子选我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苏婉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好，我给你3个月，3个月内
你帮我清理门户，坐稳林太太的位置，做不到，你就跟莫深离婚。我笑了，成交。林婉被苏婉晴暂时禁足，但没赶出家门。苏婉晴留了个心眼，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本事。顾家那边见林婉失联，有些慌了。赵桂芬决定破釜沉舟，找人跟踪我。很快，他们就拍到了我去参加一个神秘饭局的照片。饭局上，我见了一个男人，两人相谈甚欢，还握了手。那个男人是 A 市第一建筑集团的董事长陈国栋。顾晨一看到照片就炸了，他居然背着林默笙勾搭别的男人，这个婊子！赵桂芬冷笑，好，我们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林默笙，让他看看自己娶的是个什么货色。照片很快发到了林默笙的邮箱。林默笙正在开会，看到照片后脸色微沉。会议一结束，他就回了家。我正坐在沙发上吃水果，看到他的表情，心里咯噔，你怎么了？他把手机递给我，解释一下。我看了看照片，笑了，顾晨拍的，角度不错。林默笙挑眉，你不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咬了一口苹果。陈国栋是顾晨的大客户，他最近在开发一个楼盘，顾晨的建材公司想中标，我去见陈国栋，是给他送了份大礼，顾晨公司偷工减料的证据。林默笙愣了一下，随即低笑出声，所以你是去给顾晨挖坑？挖坑？不，我笑得狡黠，我是去填土。顾家不是想靠那7套房翻身吗？我让他们连租都租不出去。林默笙坐到我身边，揽住我的肩，林太太，你比我想的还厉害。那是自然，我扬起脸，所以你准备怎么奖励我？他低头，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，奖励你，今晚我下厨。我推开他，你下厨？上次差点把厨房烧了。那今晚带你出去吃，这还差不多。陈国栋果然取消了和顾晨公司的合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联合了几家地产商，联名抵制顾晨的建材公司，理由是质量不合格，存在安全隐患。顾晨的公司一下子断了资金链，他名下的7套房，有3套因为出租纠纷被租客联合起诉，还有2套因为违规改造被城管查封，剩下的2套也被银行冻结，因为他拿房子做了抵押贷款，现在公司资金链断裂，贷款还不上。赵桂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天天跑银行，跑法院，可一点用都没有。顾晨终于明白，是叶知秋在背后搞鬼。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我，在我们公寓楼下堵住我，双眼通红。叶知秋，你疯了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我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你哪里对不起我？顾晨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哪里对得起我？我已经把钱还给你了，我们也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因为你们顾家从来就没想过放过我。我冷笑，赵桂芬找人跟踪我，顾雪散布我的谣言，你还把那些照片发给林默笙，你们想毁了我的婚姻，让我被林家扫地出门。顾晨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顾晨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多了，我逼近一步，我还知道你那个建材公司这些年偷税漏税，用劣质钢材冒充国标，我已经把证据提交给税务局和质监局了，顾晨等着坐牢吧。
顾晨踉跄后退，差点摔倒。他满脸绝望，像看一个陌生的魔鬼。你好狠毒！狠毒？我笑了，比起你们顾家对我做的那些，这连利息都不算。我转身离开，顾晨在身后崩溃地大喊：叶知秋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头也不回，报应早就来了，你们顾家的报应就是我。顾晨被带走调查那天，顾家彻底乱了。赵桂芬跑到林氏集团大楼前下跪，求我放他儿子一马。顾雪在网上发帖，声泪俱下地控诉某豪门儿媳赶尽杀绝，结果评论区全是嘲讽。苏婉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她终于松口了。那天晚上，她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：叶知秋，你做得不错，下个月林氏集团的周年庆，你陪默笙一起出席，我会宣布你的身份。我笑着应下。林默笙在一旁听着，嘴角止不住上扬。我妈终于承认你了。现在还不算，等她当着全 A 市名流的面，亲口说我是林太太，那才算。我伸了个懒腰，不过我估计顾家不会让我们安安静静过周年庆。林默笙握住我的手，有我在。我靠在他肩上，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。原来被一个人无条件信任是这种感觉。林氏集团周年庆在 A 市最顶级的5星酒店举行。我穿了一身酒红色丝绒礼服，挽着林默笙的手臂，步入宴会厅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，有惊艳，有嫉妒，有探究。苏婉晴站在主席台上，宣布今天我要向大家正式介绍我们林家的新成员，默笙的妻子叶知秋。掌声响起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被猛地推开，赵桂芬、顾雪还有几个顾家的亲戚冲了进来。赵桂芬披头散发，手里举着横幅，上面写着叶知秋是个骗子，他害得我儿子坐牢。保安连忙上前阻拦。我松开林默笙的手，走到赵桂芬面前，看着她，语气平静：赵桂芬，你儿子坐牢是他自己偷税漏税，用劣质钢材；你女儿诈骗是他自己打着我的名义在外赊账。你们一家走到今天，全是咎由自取。赵桂芬尖叫：你胡说，都是你陷害的。我陷害？我扫了一眼满场来宾，声音提高：诸位，我今天就让大家看清楚顾家是怎么对我的。我转过身，从手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交给工作人员。大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，是我在顾家3年，被赵桂芬辱骂，被顾雪殴打，被顾晨冷暴力的画面。视频里，赵桂芬把一盘剩菜扣在我头上，顾雪往我鞋里放钉子，顾晨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视而不见。全场哗然。赵桂芬脸色惨白：你什么时候偷拍的？我住进顾家的第1天就装了监控。我微笑，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看看顾家是怎么欺负一个孤女的。视频放完，宴会厅里鸦雀无声。我看向赵桂芬，一字一句：赵桂芬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赵桂芬瘫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顾雪捂着脸，恨不得钻到地缝里。保安把他们拖了出去。我转身面对满场宾客，微微一笑：抱歉，让各位见笑了，接下来请大家继续享受晚宴。掌声再次响起，比刚才更热烈，更真诚。
林默笙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说：“林太太，你今晚美极了。”我仰起头，笑靥如花：“老公，我们跳舞吧。”音乐响起，我们滑入舞池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恨，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顾晨被判了5年，他那7套房，3套被银行收回拍卖，2套因为违规被强制拆除，剩下的2套因为顾晨公司欠债被法院查封。赵桂芬带着顾雪搬回了老小区，靠捡废品为生。顾雪因为之前的奢侈品诈骗案被判了2年。赵桂芬在一次去探监的路上中风偏瘫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而顾晨在监狱里天天被人欺负，瘦得不成人形。他给林默笙写信，求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放他一马。林默笙把信拿给我看，我看完冷笑：“情分？他当年对我可有过情分？”我把信撕碎，扔进垃圾桶。林默笙从背后抱住我：“以后你的情分只给我。”我转过身，环住他的脖子：“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”他低笑，吻了下来。顾家的事告一段落后，苏婉晴开始真正接纳我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。那天，林默笙带我去见他的外公，老人家住在郊外的一座庄园里，年过80，精神矍铄。他一见到我就愣住了，拉着我的手，嘴唇直抖，太像了。我不解。林默笙也疑惑：“外公，您见过知秋？”老人颤巍巍地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笑容温婉，她和我几乎一模一样。她是你母亲，对不对？老人盯着我。我点头，我母亲叫叶清霜。老人老泪纵横：“清霜是我最小的女儿，30年前她跟人私奔，从此杳无音信。”我愣住了，林默笙也愣住了。原来我竟然是林家外公的外孙女，也就是说，林默笙是我的表哥。这个真相像一颗炸弹，把我们的生活炸得粉碎。我站起身，脸色苍白：“不可能，我父母都是普通人。”老人摇头：“你母亲当年爱上了一个穷小子，家里反对，她就离家出走了。后来我们收到消息，说她和丈夫出了车祸，留下一个女儿，被送去了福利院。我们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。”我看向林默笙，他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我们是表兄妹，那我们的婚姻不是亲的。外公突然开口：“默笙，他不是你大舅的亲生儿子，你大舅不能生育，默笙是从孤儿院抱养的，所以知秋和默笙没有血缘关系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林默笙也长舒一口气。他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：“吓死我了。”我捶了他一下：“我才吓死了。”外公看着我们，笑了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兜兜转转，我林家的骨血还是回到了林家。默笙，你要好好待他。林默笙郑重地点头：“外公，我会的。”身份揭晓后，我并没有因此躺平。我搬出了林默笙的公寓，开始自己的事业。是的，我有自己的事业。其实我一直是个隐藏的理财高手。大学时我就开始帮人操盘，用奖学金和打工赚的钱做投资。3年下来，已经小有积蓄。嫁给林默笙后，我有了更大的平台和资金。我和林默笙联手，
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，专门狙击那些不诚信的企业。顾晨的公司只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。半年后，我们公司在 A 市异军突起，成为投资界的一匹黑马。苏婉晴对我彻底改观，逢人就夸我这个儿媳妇比亲闺女还强。林婉因为之前的财务问题被林家彻底赶出门，后来听说去了国外，混得很惨。顾晨出狱那天，我已经是 A 市商界赫赫有名的叶总。他站在监狱门口，衣衫褴褛，行销鼓励，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他面前。车窗摇下，我戴着墨镜，朝他微微一笑。顾晨，好久不见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嘴唇颤抖。叶知秋，你过得好吗？很好。我摘下墨镜，露出那双他曾经最熟悉的眼睛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他低下头，眼泪砸在地上。我后悔了。后悔有用吗？我收回视线，升起车窗。顾晨，后会无期。车子缓缓驶离，后视镜里，顾晨站在原地，越来越小，最终消失不见。我靠在座椅上，林默笙握住我的手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，我笑着应下。窗外的阳光暖洋洋地洒进来，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不是让他失去什么，而是让他永远看着，没有他，你过得比他好千万倍。顾雪出狱那天， A 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。我站在公司28楼的落地窗前，秘书小周敲门进来，欲言又止。叶总，楼下大厅有个女人，非说要见您。保安拦不住，他说她叫顾雪，是您前夫的妹妹。我端着咖啡杯的手顿了一下。顾雪，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有点陌生。上一次见他还是林氏周年庆上，他和他妈举着横幅冲进来，像两条疯狗一样在满堂宾客面前狂吠。后来他被判了2年，因为诈骗罪，因为拿着我的名义在外面赊了10几万的账。赵桂芬忙着救顾晨，没顾上他。再后来，赵桂芬中风天瘫，顾家的天彻底塌了。我转过身，看了眼楼下大厅的方向，雨幕重重叠叠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让他上来吧，我说。小周愣了。叶总，他好像精神有点问题。他一直都那样。我笑了笑，让他上来。5分钟后，顾雪被2个保安半搀半拽地带进了我的办公室。他瘦得脱了形。2年前，那个在民政局指着我鼻子骂，就你也配嫁进顾家的娇蛮小姐，如今像一片被风干的枯叶，脸色蜡黄，眼窝凹陷，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左边袖口还裂了一道口子。他一看见我，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嫂子，不，叶总，叶知秋，求你了，救救我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坐回办公椅里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顾雪，你出狱了？是，昨天出来的。他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我妈瘫了，在租的地下室里等死。我没钱，没工作，还有案底，没人要我。嫂子，不，叶总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帮帮我吧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做人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。那时我刚搬进顾晨的出租屋，顾雪还在上大学，他把我从乡下带来的一个旧发卡扔进垃圾桶，说什么破烂玩意儿，别脏了我的眼。我蹲在垃圾桶旁边找了半天，没找到，后来才知道，
他根本没扔，是拿出去卖废品换了包辣条。想起这些，我笑了。顾雪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顾雪抬起头，眼神慌乱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听了我妈的话欺负你，可那都是我妈逼的，对，都是赵桂芬逼我的。她自己看不起你，就教唆我和我哥一起对付你，我是无辜的。无辜？我拿起桌上一份文件，轻轻翻着。你在外面打着我的名义赊了14.730万，买了包、衣服、化妆品，出事后全推给我，这也是赵桂芬逼你的。顾雪哑口无言。你在网上发帖，说我被包养，说我同时勾引3个男人，还伪造聊天记录，害得我被全网骂了整整1个月，这也是赵桂芬逼你的。他嘴唇哆嗦，说不出话。你在我鞋里放钉子，害我脚底扎了3个洞，走路一瘸一拐，1个月。你端着热水故意泼我，说是不小心。你在我床上撒图钉，在我饭里放泻药，在顾晨面前哭着说你嫂子打你，这些都是赵桂芬逼你的。我每说一句，顾雪的脸色就白1分。最后一句落下，我把文件拍在桌上，声音冷得像外面的雨。顾雪，你今天的下场全是咎由自取，我没有落井下石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善良，别逼我。顾雪瘫坐在地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。她突然笑了一下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叶知秋，你现在真风光啊，你赢了，你彻底赢了。我哥坐牢，我妈瘫了，我流落街头，你是不是特别解气？我沉默了几秒，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蹲下来和他平视。顾雪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赢你们，是你们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他咬着牙，你少装圣人，你现在有钱了，有名了，嫁进豪门了，当然说什么都轻巧。你要是没嫁给林默笙，你不也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，你说得对，我很幸运遇到了林默笙，可顾雪，运气也是自己攒的。你在顾家作威作福的时候，我在陪顾晨跑工地，谈客户，熬夜对账单。你在外面挥霍的时候，我在学财务，学法律，学投资。你嘲笑我的时候，我在想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值钱。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，你跪在这里。顾雪的肩膀开始发抖。你问我解不解气，我告诉你，解气。我站起身，俯视着他，但不是因为你跪在我面前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用再被你们顾家任意糟蹋了。我转身走回办公桌，拿起内线电话，小周，送他出去，另外去财务拿5000块，给他买身干净衣服，吃顿热饭，就说是我最后一次给顾家的体面。小周应声进来。顾雪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一瞬间的错愕和悔恨交织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2个保安把他架了出去。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雨幕里那个单薄的身影被保安带出大楼，慢慢走远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我的手指按在冰凉的玻璃上，轻轻呼出一口气。有些恨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的，不是因为原谅了，而是因为自己已经走到了更高的地方。低头看时，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人已经小得看不见了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默笙发来的消息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低头看了眼时间，
回了一个字，你。不到3秒，电话打了进来，他声音低哑带笑，林太太，你是在公司撩我？怎么不行？行，我马上来接你。外面下雨呢？下雨正好。他说，3年前那场雨，我递给你一把伞，今天这场雨，我接你回家。我笑了，挂了电话，我拿起包朝门口走去。路过刚才顾雪跪过的位置时，我脚步没有停留。有些过去跪着求也没用，但我的未来站着走就很好。